懂了是吧？既然你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。我这就给你洗白白，然后拿去古董店卖掉，让你物尽其用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水呢？难不成是我看花眼了？将军，您快看，这里突然多出一滩活水，天上没下雨，积雪也没融化，实在太奇怪了。都别动，先不要靠近。我们被围困整整3个月，城内滴水难求，如今无端出现异象，其中必定有问题。这面镜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会这么古怪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看着像是古代士兵穿的甲胄残片。大圣王朝，陆晨燕，这可是1000年前的人啊！我的天，难道我刚刚泼出去的水，真的顺着这面镜子穿越到1000年之前的古代战场了？原来镜子对面真的有人存在，这下事情彻底不简单了。云南关被蛮族围困3个月，城内断水断粮，朝廷迟迟不派援军，守将陆晨燕最终城破战死，全城3万居民没有一人活下来。刚才那几杯水，竟然送到了一座注定覆灭的死城之中。将军，就算这事儿透着古怪，可这确实是能喝的活水啊！兄弟们已经撑到极限了，再没有水补充，今晚就得渴死不少人。把水分下去，让大家省着点饮用，能撑一时是一时。将军，您觉得这突如其来的清水，真的是天降神迹吗？这绝非寻常天象，凭空生水太过蹊跷，更像是有藏在暗处的人，特意出手救助我等将士。我自己现在都欠着一大笔钱，自顾不暇，哪还有能力去救助1000年前的陌生人？将军，大事不好！蛮族大军趁着夜色发起夜袭了。真的打起来了！现在城里本就缺水少粮，他们哪里还有力气抵挡进攻？钱财的事情暂且放到一边，先救人要紧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又有东西出现了，这一定是神迹，是上天在庇佑我们，我们有水喝了，这下我们终于有活下去的希望了。将军，果然是神明垂怜，愿意出手解救我们这些被困之人。这并非神明所为，而是一位心存善念的人，跨越虚无来到此处，出手布助我等将士。这是对方回赠我的东西，没想到他们还特意记着这份恩情。
就几箱普通的矿泉水，居然换来这么贵重的古玉，这价值实在超出我的想象了。原本只是一时心软出手帮忙，没想到对方竟拿出如此珍贵的物迹回赠，看来那边的人也格外重情义。苏婉，我知道你就在屋里躲着，我把话撂这儿，明天就是最后期限，乖乖签字搬出去，不然我们直接上门强拆，到时候大家都不好看。别抱有侥幸心理了，识相点就赶紧开门，别逼我们动手。我们老板耐心有限，今天要是再不配合，我们可就直接破门而入了。这群人3番2次上门逼迁，根本不是单纯想要这块地，分明就是盯上了家里的古董。爷爷生前特意叮嘱过，这面镜子和老宅都绝不能落入外人手中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。完了，他们真要撬锁进来！动作快点，一个小姑娘而已，还能翻起什么风浪？这老宅的老物件，今天我必须拿到手。那边是谁？深夜扰民，立刻离开！该死，偏偏这个时候来人。老板，保安过来了，再不走就要被抓了。我们先撤吧。苏婉，算你运气好，我有的是时间耗，咱们走着瞧。吓死我了，差一点就被他们闯进来了。镜子还在发光。将军，多亏了那凭空出现的活水，兄弟们才能撑过这一波夜袭，不然今晚真的要全线溃败了。此番孝助恩情重如山河，我等绝不能白白受之。取纸笔来，我要亲笔写信，答谢那位暗中孝助的恩人。未知恩人数次垂怜绝境，赐我居民活水生机，吾身守一城，护万民。若无你相助，云门关早已化为焦土。我陆晨燕以性命立誓，此生敬你，谢你。山河为证，永世不负。他把我当成神明一样敬畏报答，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，什么都不是。永安3年冬，大雪夜破城，陆晨燕力战殉国，全城3万居民无一生还。原来历史记载的破城之日，就是明天天亮。他明明拼尽全力死守城关，没有援军，没有补给，最后却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局，也太惨了。将军，敌军攻城高台已经全部搭建完成，明日天亮就是总攻，我们根本挡不住这么多兵力。城内粮草彻底见底，伤兵无数，药品全无，就算士兵想拼命，也没有半点胜算。我辈军人生来守土护民，城在人在，城破人亡本就是宿命。只是可怜城中百姓无辜卷入战乱，心慌相塞，最终要陪我们一同赴死。他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拼尽一切守护家国百姓，却要落得必死的结局。我不管历史怎么写，我既然知道了结局，就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和全城人去死。怎么裂开了？是不是传送的东西太多，镜子承受不住了？不会吧？难道时空通道要直接关闭？我再也联系不上他们了。恩人又赐物资了，我们有粮有药，这下真的能撑下去了。恩人倾囊相助，救我全城万民，此恩我陆晨燕此生必报。
室里的死局还是来了。裂成这样了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那边天都亮了，仗肯定已经打起来了。我既然插手了，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他说这是谢礼，可我只是送了几箱水而已，哪值这个价？大圣中期的羊脂白玉，做工这么精致，应该能当不少钱吧？当了它，就能买更多物资送过去。反正本来就是意外之财，用在刀刃上也不算辜负他的心意。就是有点舍不得，毕竟是他亲手送的，隔着整整1000年呢。姑娘，这东西你从哪儿得来的？家里传下来的。大圣中期的羊脂白玉，品相极好，雕工是官造水准，保存这么完整的很少见。那大概值多少？保守估计800万到1000万，不过得走正规鉴定流程。你要是急出的话，越快越好。那我给你600万，现在就转账。这种老物件行情波动大，我也不瞒你，我转手也就赚个100-200万。行。粮食够吃一阵子了，药品也暂时够了。上次送的太急，连个清单都没列，这次得记清楚。随便你。压缩干粮粮30袋，无菌纱布10包，碘伏2瓶。上次一股脑全塞过去，镜子直接就裂了。这次分批送，每次送一点，别把它撑坏了。先送吃的和药，衣服等会儿再送。还能撑住吗？那就好。喂，月月。婉婉，你最近怎么老是不接电话？上次你让我查的云门关史料，我又找到一些新的。什么新的？正史记载陆晨燕城破战死，但我翻到一本民间杂记，里面的说法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那本杂记说，城破之前，陆晨燕把将印交给亲卫带走，还安排了百姓走密道撤离，但因为密道路线太复杂，最后只有一小部分人逃出来。不过正史没采进这个说法。密道？云门关有密道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，杂记本来就半真半假。哎，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对这个历史人物有点感兴趣。一个1000年前的将军有什么好感兴趣的？你是不是又熬夜看小说了？差不多吧。将军，方才又凭空出现了一批粮草药胶在，数量比上次还多，兄弟们今晚能吃顿饱的了。他还在帮我们，恩人到底是谁？不管他是谁，这份恩情我们记下了。上次只写了封信，总觉得不够郑重。你去把我柜子里那个檀木盒子拿来。将军，那可是您家传的羊脂玉佩，救命之恩，一块玉算什么？又回礼了，这人怎么这么客气？这也太好看了。恩人再赐良药，全城将士感念不尽。此玉乃陆某家传之物，非为抵偿，唯愿恩人知我谢意之重。城关之围未解，陆某不敢轻言报答，但若有来日，定当登门拜谢。谁要你登门拜谢了？你先活下来再说。然密道年久失修，多处塌方，又逢大雪封山，逃亡者十不存一。不是他不撤，是撤不出去。密道塌了，大雪封山，就算出了城也是死路一条。将军，喝口热汤暖暖身子。这是用恩人送来的干粮熬的，兄弟们都说比肉还香。林远，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回将军，末将16岁入您麾下，今年正好10个年头。10年了。我记得你是云城本地人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？父母早亡，家中只剩一个妹妹，如今住在城西。如果有一条路能让百姓出城，将军是说城隍庙那条密道？你知道？末将从小在云城长大，小时候跟玩伴钻进去探过险，那密道大半都塌了，走不通。
如果能修通呢？将军，您的意思是？密道出口在城隍庙枯井，出口在鹰蛇县东隅。只要能清出通道，百姓就能趁夜撤到山外。可城外全是蛮族的探子，就算出了密道也……所以需要有人留在城头，继续打，继续扛，拖住他们的眼睛。将军，您是要自己留下来？我带兵断后，2000人分成3班，轮番在城头擂鼓举火，让蛮族以为城内兵力充足，百姓趁夜从密道走，能走多少是多少。可这样的话，等百姓撤完，留下断后的人……我知道。末将愿与将军一同断后。你的妹妹还在城西，你得护她走。他要留下来断后，这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密道塌方，那就把塌方清理掉；大雪封山，那就送保暖装备。我在这边总能想出办法。他负责守城断后，我就负责给他把退路挖出来。你不许死，你欠我的谢礼还没还完呢。恩人，等这一仗打完，我定要当面问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3里长的密道标注了5处塌方，如果每处都需要人工清理，没有趁手工具确实干不了。还得再加几样：手推车运碎石，撬棍撬大石头，还有对讲机方便联络。他有兵，我有物资，2000人修一条密道，1个晚上应该够了。将军，各营抽出100名熟悉地形的本地兵，一共凑了300人。这些人从小在云城长大，有不少进过密道。300人够用了，让老钱带队，他是城隍庙的庙宿，对密道比谁都熟。可是将军，修密道需要工具，我们手上的铁锹和镐头大半都送去打铁铺修兵器了，剩下的实在不多。他听到了，快！将军，老朽16岁就钻这条密道，闭着眼都能走。您放心，有这些趁手的家伙，塌方不是问题。5处塌方，一夜能清通吗？只要外面的大雪不把出口堵死，老朽这条老命压这儿，保证天亮前给将军一条通途。百姓撤离的事，暂时不要声张。老朽明白。婉婉，我又查到一条关于陆晨燕的冷门资料，野史里说她最后失踪了，尸体没找到。你猜怎么着？同时失踪的还有一面铜镜，就是那种很古老的青铜镜，跟她一起找不到了。你说巧不巧？尸体没找到，也就是说正史里的战死也许不是定论。如果她没有死呢？如果她带着镜子失踪，和这面通玄镜有关系呢？通玄镜非孤品，古书记载共铸2枚，一阴一阳，互为表里，作为可通未来。阳镜亦可通过往，双镜合一，方显真容。2枚镜子，2枚镜子，2枚镜子，一面通未来，一面通过去。如果我这面是通过去的阴镜，那另一面阳镜在哪儿？同时失踪的还有一面铜镜，难道陆晨燕手上也有一面？通了，5处塌方全部清通，出口的积雪也挖开了。将军呐，快告诉将军，密道通了！将军，
密道通了，3里通道一处没塌，全程畅通。辛苦你了，老钱。老朽不敢居功，那位送工具的恩人才是真正的菩萨。没有那些头灯和铲子，别说1夜，3天也清不通。我知道。林远，传令下去，按之前拟好的名单，第1批百姓1个时辰后在城隍庙集合，老弱妇孺先走，青壮年跟第2批，所有人只带随身细率，密道狭窄，堵住了就是死路。是。按地图从这儿挖，真的通了！一晚上就把3里密道修通了，他肯定1宿没睡。这人是不是不用睡觉的？我好像也没资格说他，我也1宿没睡。他那边在下雪，我这边倒是晴的。隔着时空帮他修密道，这事儿说出去谁信啊？将军，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大娘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您先走。过了密道有人接应。那您什么时候来？很快。将军叔叔，你快点来哦！骗子，你根本没打算走。密道出口在这里，出了山往东走30里就是下一个镇子，但中间有一段开阔地，如果大雪不停，老弱妇孺走不过去。保暖物资得再送1批，这离路上零下10几度，光靠棉衣扛不住的。姑娘，上次是官造玉佩，这次是传家玉璧，你家里到底有多少这种级别的老物件？就剩这一件了。大圣中期的顶级阳主白玉璧，通体无瑕，雕工是玉质水准。说实话，这东西放拍卖行20万起步。我急用，和上次一样。这次我能给12万，这已经是业内最高的基出价了，再高我真赚不到钱。成交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阳台那扇窗户锁坏了，我的人帮你修了修。苏小姐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老房子年久失修，不安全。出去。拆迁令下来了，白纸黑字盖了章。我今天来就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签字拿50万走人，不签，明天推土机开过来，你连50万都拿不到。赵总，我就问一个问题。你说，这老宅拆迁，你们到底要的是地，还是屋里的东西？都要，地是死的，东西是活的。你爷爷当年在古玩圈也是号人物，手里攒了不少好东西。这些老物件放在你手里就是浪费，不如交给我，我帮你找个好去处。说白了，你就是盯上了我家的东西。苏婉，你一个小姑娘，守着这堆老物件有什么用？换成钱不好吗？50万不够，60万，最后一口价。不卖。苏婉，我好声好气跟你商量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拆迁令已经批了，你签不签字，这房子都得拆。但你屋里的东西，签了合同就是我的，不签合同就是无主。你自己掂量。我们走。那抽屉里锁的是什么？私人物品，不劳赵总费心。行，明天推土机来的时候，希望你还能这么硬气。是治安员吗？他看到了，抽屉里的蓝光他看到了。
道你在这里，不是因为这栋老宅，是因为你。撑住，他的退路还没走完，你再撑一撑。将军，第一批百姓已经过了密道，出口那边接应的人传回消息，风雪暂时停了，路上能走。好，第二批什么时候走？1个时辰后。都是青壮年，走得快，天黑前能全部撤离。走完以后呢？我问你，走完以后呢？按您的命令，各营已经统计了自愿留下断后的人数，一共437人。够了。将印帮我转交朝廷，信帮我带给一个人。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自称恩人的人，把信给他。如果没有遇到，就烧了吧。将军，你让我留下吧。437人，多我一个不多。你妹妹在城西，她可以自己走。林远，这是军令，末将遵命。这就是最后一个了。将军，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将军，我叫石头。多大了？18了。说实话。16。石头，记住，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想死，是因为身后的人需要时间跑。他们多跑1里，活下来的希望就多1分。我们多扛1刻，他们跑得就更远。所以我们会失败吗？我不骗你，可能回不去了，但你死在这儿，比你活着逃跑更值得，因为你后面有3万条命。陆晨烟，你给我撑住了，你的人一个都不准死。第一，断后部队分批撤退，不是一次性撤。第二，撤离时机选在深夜，利用暴风雪做掩护。第三，撤退前在城头布置疑兵，火把擂鼓全部保留，让蛮族以为城里还有人。但有一个问题，蛮族一旦发现城内空虚，骑兵追上去，轻装百姓跑不过。爷爷留下的那些配方里，有一种是燃烧弹。如果能堵住密道出口那段狭窄的山路，追兵就过不来了。石头，交给你一个任务。将军请吩咐。从现在开始，每隔半个时辰，东墙和西墙各擂鼓一通，鼓声越大越好，节奏越密越好，要让城外的蛮族觉得我们在调动兵力准备夜袭。是。可是将军，我们总共就400多人，擂鼓给他们听有什么用？400人打出4000人的声势，这就叫疑兵。哦，明白了，将军。硝石、硫磺、油脂，再加一点这个。爷爷写的是白磷替代物，其实就是火柴头刮下来的粉。这东西危险，不能多弄。3罐应该够了。密道出口那段山路最窄的地方不过2丈宽，3罐足够封住整个路口。好了，这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，剩下的就看他自己怎么用。你连退路都帮我算好了，工具、路线、堵追兵的东西，你什么都想到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隔着时空
比我身边的人还拼命。婉婉，我又查到一条关于陆晨燕的冷门资料。我在一个古籍数据库里找到了陆晨燕亲笔写的《云城守战记》残卷，但上面写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他说守城的时候有一位一直在帮他。婉婉，这位陆将军的义士恩人，你说是谁？这个傻子，居然还写了本书。都听好了，今夜没有豪言壮语，只讲一件事。我给你们每个人都留了退路，密道出口有我布置的断后计策，蛮族追不上来，所以我要求你们活着，能打就打，该撤就撤。这不是逃跑，这是保存实力。将军，那您呢？我最后走。可是我说过的话不变，城在人在，你们全部撤出之前，我陆晨燕不会离开这座城头，这是我的承诺，也是我对那位一直在帮我们的人最后的交代。你要交代什么？你给我活下来才是最好的交代。蛮族要夜袭，他们发现不对劲了。陆晨燕，蛮族动了，你们快撤！将军，蛮族骑兵正在向城门方向集结，数量至少2000，预计一炷香后发起进攻。来得好，他们早该发现了。哼！石头，带你的鼓手班，把3面大鼓同时垒起来，节奏要快，音量要最大。是。其余人按照白天的布置，各就各位。东墙放箭，西墙投石，南墙点火，打足一炷香的时间。一炷香后，所有人向南墙集结，按顺序下密道。记住，不准恋战，不准回头，不准等我，这是军令。停止！这就是最后一个了。将军，您先走。石头，您不走我也不走。您说过军令如山，那您自己也得遵守。您说了，所有人撤出之前我不会离开，那我是最后一个，您就是倒数第2个。现在我到了，该您了。臭小子，走，一起走。进去了，他真的进去了。这个骗子，明明说了不准等他，结果自己还是最后一个走。将军，外面好冷，比城头还冷。山里风大，忍一忍。将军，您真的出来了？我说了很快回来。您明明说很快，时候根本就没打算走，我后来才反应过来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百姓情况怎么样？第一批老弱妇孺已经全部进了保暖帐篷，没有人冻伤。第2批青壮年在帮忙搭第3批帐篷。按您的吩咐，所有人只带了随身衣服和粮食，没有大件行李堵路，让所有人今晚休整，天一亮就出发。蛮族发现空城后，会沿密道追过来，我们只有1夜的时间拉开距离。是。出来了就好，400多人一个没少，3万多百姓全撤出来了。可是还没完，明天天一亮，蛮族会追上来，3万百姓走不快，被骑兵追上就全完。往东30里是下一个镇子，但中间有一段山谷夹道，2侧是峭壁，积雪深厚。山谷夹道是最佳伏击点，
但需要他们先到达那里。老钱，过了这个山谷，往东最近的有人的地方是哪里？是牛角镇，离这儿大概30里，但中间要穿一条鹰嘴谷，两边是峭壁，积雪最少齐腰深，青壮年走路都费劲，老人孩子怕是更难。如果让青壮年开路，老弱在中间走，那也得一整天才能到。最主要的问题是，鹰嘴谷里有2处地方特别窄，只能容1个人通过。3万人排队过去，光过那2个口子就得耗2个时辰。那蛮族的骑兵不用2个时辰就能追上来，那就在那2个窄口外面设伏。骑兵在雪地里也走不快，只要挡得住第一波，后面的就好办。用恩人给的那个燃烧弹吧，只剩1罐了，得用在刀刃上。燃烧弹快用完了，但我可以再做，材料上次还剩不少。鹰嘴谷2个窄口各需要1罐，再加上谷口的退路封堵，一共需要3罐，材料刚好够。再撑几天，就几天。将军，趁河来报，蛮族追兵已经出了密透口，距我们不到10里。多少人？骑兵500，步兵2000。他们发现是空城，气疯了。气疯了才好，气疯了就会犯错。鹰嘴谷那2个窄口，末座已经安排弓弩手就位，等骑兵到了，先射马，再堵路。着实还剩几罐？3罐，恩人夜里又送来的，正好3罐。他送过来的东西越来越危险，他自己知不知道？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，去鹰嘴谷。他刚才是不是在嘀咕我？肯定是在嘀咕我。鹰嘴谷的地形我看过了，那2个窄口确实是天然的伏击点。问题是打完伏击之后，500骑兵好堵，2000步兵怎么办？鹰嘴谷中间有个岔道，地图上标的是一条干涸的河床。如果能从那里拐出去，绕到牛角镇，陆将军，打完伏击别恋战，从岔道河床绕路。另外，你给我记好了，将印不在你身上。你已经不是守将了，你现在是3万百姓的护卫队长，队长不准死在战场上，听到没有？放近些，再近些。放箭！将军，燃烧弹可以出手了。不急，等步兵也进来。就是现在，点火，封口。将军，我刚才射中了2个，不对，3个。将军，恩人这条路线太绝了，蛮族肯定以为我们会一直往牛角镇走，打死他们也想不到我们半路拐进了河床。他连这里的地形都一清二楚，恩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能送东西，还懂兵法地形，末将真是越来越好奇了。队长不准死在战场上，听到没有？还好他听话了。喂，婉婉，我帮你查到一件大事，你猜陆晨燕后来怎么了？云淡关战役之后，朝廷派来的援军终于到了，迟了整整5天，但因为他们把蛮族主力拖垮了，援军打了一场大胜仗。陆晨燕不但没死，还因为守城有功，升了镇北将军。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正史里写的。他在云南关守了整整11天，弹尽粮绝都没投降。援军到的时候，城里只剩他和几百个伤兵还在扛。朝廷给他封了侯，赐号忠义。忠义侯陆晨燕。对啊，哎，他守城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一直在暗中帮他的神秘恩人吗？你说那个恩人到底是谁？会不会是哪个穿越过去的？月月，那个人就是我。啊？回头给你解释。先挂了。你听到了吗？援军快来了，你再撑几天，就几天，
钟义侯。没事，低血糖而已，我去泡碗面。前方10里发现朝廷援军，是安北大营的旗号，至少1万人。援军来了，真的来了！吃了11天，他们终于来了！哇！援军到了，3万百姓，437个断后的兄弟，全活下来了。这11天里，我一直在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隔着不知道多远的距离，能为我做到这个地步？我想了很久，后来不想了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从哪里来，这辈子欠你的，下辈子还。下辈子不够，就下下辈子。恩人，我要跟援军会合了。会合之后，恐怕不能再像现在这样，随时收到你的东西。你多保重，你多保重。谁要你还了？几箱水和几盒退烧药，至于欠到下辈子去吗？这就要走了，11天，我好像认识他11年一样。陆晨燕、钟义侯，后会有期。这人真是，都当侯爷了还这么中二。婉婉，我到你家门口了，开门。你跟我说实话，那天你说那个恩人就是我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先坐下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别觉得我疯了，你说。我家那面祖传铜镜能连通1000年前的时空。云门关守将陆晨燕被围困的时候，我往镜子里泼了杯水，那杯水就送到他面前了。你是不是最近没睡好？你查到的那个神秘恩人，就是坐在你面前的我。那面镜子呢？现在不通了，云渊关解围之后就不通了，该做的都做完了。他知道你长什么样吗？不知道。知道你的名字吗？也不知道，他只知道我是恩人。那你这不等于做了好事，连名字都没让人家知道？他知道有个人帮过他就行了。等等，陆晨燕后来被封了忠义侯，活到70多岁，史书上说他终身未娶，有野史说他一直在等一个人，等了一辈子。这个傻子！婉婉，你该不会……月月，帮我想想茶馆怎么装修，我想把老宅改成一个小茶馆，顺便做个云南关的小展览角。你等等，刚才那个话题还没说完呢，我去泡茶。苏安，你别转移话题。山河为证，永世不负。陆晨燕，通玄镜共铸2枚，一阴一阳，一面通过去，一面通未来。我这面是通过去的，那另一面难道在陆晨燕手里？你说那盒子上刻着陆晨燕的字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查了爷爷的笔记，通玄镜一共2枚，一阴一阳，阴镜通过去，阳镜通未来。所以你手上这面是阴镜，那阳镜在陆晨燕手里。如果他手上真有阳镜，他应该能看到未来。也许他看到了什么，才在盒子上刻了那行字。他看到了什么？
不知道，也许看到了我。那你怎么不试着再联系他？镜子裂成这样，用不了了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找到另一面镜子。去哪儿找？都1000多年了，早就不知道流落到哪儿了。我托人在拍卖行打听了，30年前有人从北方一个古镇收上来过一面青铜镜，背面纹样跟我这面一模一样，被一个姓陆的收藏家拍走了。姓陆，陆晨燕的后人？不确定，但那个古镇的位置就是当年云门关的旧址附近。这也太巧了，你打算去找吗？先把茶馆开起来再说。老板，这镜子真有千年历史？祖传的，传了好多代了。云关的故事是真的假的？听着跟小说似的。也许是真的，也许是故事。茶好喝就行。我在古籍网上搜到一个东西，陆晨燕晚年写了一本《云城守战历》，里面反复提到一个称呼镜中人。镜中人？他说守城时有一位镜中人暗中相助，但他始终未能当面致谢，这是他一生的遗憾。他不知道我的名字，只能这么叫我。他还写了件劝世，他说他在阳镜中看到过一个女子坐在一间明亮的屋子里，对着他说了很多话，他听不见声音，但能感觉到那个女子在笑。他看到的应该就是你吧？请问还营业吗？不好意思，快打烊了。不过您想喝茶的话，我可以泡一杯。谢谢，我不是来喝茶的。这面镜子是你家的？是我家的，请问您是？我叫陆景文，这面镜子我家里也有一面，和它几乎一模一样。您说什么？我祖上传下来一面青铜古镜，背墨纹样跟这面完全相同。我父亲临终前交代说，我们家这面镜子只是半套，还有半套在南方一户姓苏的人家手里，他让我一定要找到，说两镜合一才能了却祖上的遗愿。您祖上是谁？1000年前的镇北将军钟义侯，他终身未娶，我是他弟弟那一脉的后人。陆晨燕的弟弟？对，族谱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先祖陆晨燕一生都在寻找一个人，到死都没找到。他留下的遗训传了一代又一代，若后世子孙寻得苏家后人，务必以礼相待，不可怠慢。他要找的那个人就是我。您说什么？不是我，是我的祖先。苏家世世代代守着这面镜子，我们家传的笔记里也写了，先祖曾用这面镜子帮助过1000年前的一位将军守城。您家先祖要找的人，应该就是我家的先祖。1000年的寻找，到我们这一代，终于碰上了。您的那面镜子还在吗？在，我专程带过来的。阳镜亮了，这么多年从来没亮过。是他。您看到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他们终于碰面了，挺好的。画面太短了，看不清楚，但那个身形应该就是他。你要是还能用就好了，哪怕只有一次。双镜合璧，阴阳交汇，可通古今。然镜力耗尽，则通道永闭。唯一血为引，可重启一次，甚至……又能怎样呢？他现在是侯爷了，边境安稳，不需要我再送什么了。所以陆真燕的后人找上门来了，还带了另一面镜子。他说他们家找苏家后人找了1000年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1000年的接力寻找，就为了完成一个承诺。
陆晨燕留下的遗训。那2面镜子现在都在你手上。陆景文把杨静也留给我了，他说既然2镜是一对，就应该放在一起，而且他们家已经不研究这些东西了，留着也是摆设。那你可以重启通道了。笔记上不是说以血为引可以再来一次吗？重启一次又怎样？他在那边好好的，我在这边也好好的，1000年前的故事已经结束了。可是，月月，有些事儿放在心里就行了。画的还挺帅的，就是不知道像不像真人。你终于来了，陆晨燕。镜中人，我等了你40年。你老了，40年了，自然老了。你还是当年的样子。我不是你见过的那个样子，当年我没有露过面，你怎么知道我？杨镜在我手上，守城的时候，我偶尔能透过镜面看到一个女子的身影，模糊得很，但我记得你在笑。你那面镜子也是祖传的？是先父留下的。他说这面镜子和南方苏家的一面镜子是阴阳双镜，苏家后人若遇困境，可用阴镜向我求助。但云南关被围的时候，是我被苏家后人救了。因果倒转，说来惭愧。你后来找过我吗？找了一辈子。我派人去南方寻访苏姓人家，但1000年前山河阻隔，信息不通，始终没有找到。我只知道恩人姓苏，是苏家后人，其余一概不知。你怎么知道我姓苏？杨静告诉我的。每次你传送物品过来，镜面会浮现一个苏字，这是双镜之间的感应。所以你留给后世子孙的遗训，就是找苏家后人。我这一生没有遗憾的事，只有一件，没能当面跟你道一声谢。你现在到了。苏姑娘，云丹关3万将士与百姓，承蒙大恩，没齿难忘。陆晨燕在此拜谢。你别这样，起来，一把年纪了，别鞠躬。你过得好吗？挺好的，老宅保住了，现在改成茶馆了。我把你的故事讲给来喝茶的人听，大家都说你是英雄。真正的英雄是你。没有你那10几天的粮草和药品，我连3天都撑不过。我只是买了点东西送过去而已。你每一次传送都在消耗自己的寿命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杨静能看到你手臂上的青紫色，每次传送之后都会蔓延一截。我看着那些痕迹一天天往上涨，心里什么都不能做。你看得到？看得到。所以你为我折的寿，我都知道。值得的。不值得。我说值得就值得，这是我的事，你管不着。哈哈哈哈哈！40年了，你的脾气一点没变。精力快耗尽了，这一次通道维持不了太久。还有什么话快说。我在杨镜里看到过茶馆，很好看。那是我自己设计的，墙上还挂着你的布防图。我知道，我都看到了。苏姑娘，山河为证，任此来，永世不负。我做到了。你做到了。
苏老板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您说。我想在您这茶馆附近开一家小书店，专营古籍和地方史志。云南关的这段历史，我们陆家保存了不少文献资料，一直没有合适的地方展示。您这个茶馆正好在做云南关的小展览，我们合作怎么？这主意不错，但我这里地方不大，隔壁的铺面正好在出租，我可以租下来，两隔壁开个侧门，喝茶看书的客人可以两边走动。为什么要跟我合作？祖先留下的遗训里有一句话：若寻得苏家后人，不必多言，以邻相伴。您祖上到底留了多少遗训？多得很，族谱里专门有一卷是写您的，不对，写苏家恩人的。每一代陆家长子在接手杨靖之前，都要把那卷遗训背下来。都写了什么？写您送水、送粮、送药，写您帮先祖策划密道撤退，写您为了守城折损了寿命，还写了先祖很想见你一面。那就合作吧，隔壁铺面我帮你跟房东谈。陆老师，新到的云堂官碑他都编到了吗？到了，还有一份好东西，陆晨燕《云城守战记》的完整抄本，之前只有残卷，这次从另一个藏家手里收到了全本。完整版？对，上面记载了一些残卷里没有的内容，比如他晚年在院子里种了一棵南方的茶树。北境种茶树活不了，他年年换新的，书上没写原因，但我觉得……陆老师，茶凉了，我去续一杯。你为了帮我传送物资，把自己耗成这样，他那边杨靖也列得差不多了吧？此境伴我40余载，境中常见茶馆灯火，知你安好，此生无憾。若有来世，愿再遇于太平之世，不为守城，不为报恩，只为共饮一杯茶。陆晨燕绝笔。你知道我开的是茶馆，我知道你什么都看到了。你说来世不为报恩，只为喝杯茶。来世的事谁说得准？晚安。老板，听说这茶馆背后有个很感人的故事。每个老物件背后都有故事，你想听的话，坐一会儿，我慢慢讲。阿姨，这个镜子怎么裂了这么多道道？因为他做了很多事儿，累坏了。镜子也会累吗？会啊，他连接了2个很远的人，让他们能说话，能送东西。每用一次，镜子上就会多一道裂痕。那他们现在还能说话吗？现在不用镜子了，他们约好了，下辈子再见面。下辈子是什么时候？不知道，但总会见到的。